显化不是奇迹，是潜意识的日常对话。你是不是也曾经觉得，显化是一种遥不可及的能力，好像只有幸运的人才会拥有，好像要靠大量的祈祷、冥想、许愿，才有机会让宇宙听见。于是你一次又一次的期待奇迹，但也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你告诉自己，也许我不适合，也许吸引力法则只是安慰人的，也许显化只是偶然的运气。可是亲爱的，显化从来不是奇迹，它不是偶尔发生的意外，它是你每天和潜意识对话的结果。你的潜意识就像一座巨大的资料库，它记录着你所有的信念、经验与情绪，而这些内容正是你发出的能量讯号，也是宇宙回应的基础。亲爱的，显化不是你想要什么，而是你相信什么。你的潜意识不会因为你许了一个愿望就改变，它会根据你每天重复对自己说的话，根据你每天在情绪里的选择，来决定你的磁场。所以，当你每天都在心里说，我不行，我不够好，我永远不会成功，你的潜意识就会把这些语言当作命令，并在外在创造出相同的回应。而当你每天练习对自己说，我值得，我可以，我正在路上，你的潜意识就会开始调整，你的磁场也会随之改变，宇宙就会在你的现实中展现出这些新的信念。亲爱的，显化不是突然发生的奇迹，它是潜意识日复一日的对话累积，就像水滴慢慢雕刻石头，就像阳光一点一点滋养种子。显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而不是一场华丽的瞬间。你要做的不是焦急的等结果，而是温柔的陪伴过程。每天留意你对自己的语言，每天留意你习惯性的思维，每天留意你在小选择里散发的能量。因为显化不是偶然的奇迹，它是必然的回应。你种下什么样的信念，你就会收获什么样的结果。亲爱的，这不是压力，这是一种力量。因为当你理解这一点，你就不再觉得自己无能为力。你会开始知道，我随时都在显化，而我随时都能选择新的对话。所以，请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把显化当成偶尔的奇迹。请你看见，它是你与潜意识的日常合作，是一种生活里最真实的能量流动。亲爱的，请现在就对自己说，我值得，我可以，我正在创造。当你这样说，你的潜意识会听见，你的能量会改变，而宇宙也会在适当的时机把你渴望的一切送到你面前。因为显化不是奇迹，而是你和潜意识之间每天都在进行的温柔对话。当你开始相信，就已经开始显化。你是不是常常这样想？我要先看见结果，才敢相信它是真的。如果没有证据，我就不敢抱希望。等一切确定了，我才敢安心。于是你不断的等待，等待一个外在的证明，等待一个明确的结果，等待世界先给你理由，然后你才愿意相信。可是亲爱的，
宇宙的运作方式不是看见才相信，而是相信才看见。因为能量的法则很简单，你相信什么，你就会吸引什么。当你开始相信，你的能量就会开始转变。当你开始相信，你的磁场就会开始放大。当你开始相信，你就已经在显化。亲爱的，显化不是结果，显化是一个状态。当你在心里选择相信，那一刻，你已经和愿望对齐了。也许结果还没出现，也许外在还没有任何迹象，可是能量已经在流动，宇宙已经在回应，它正在重新排列，正在为你铺路，正在引导你走向那个方向。亲爱的，请不要小看相信这件事，它不是空洞的安慰，它是一种能量的启动，就像一颗种子，当你把它种下去，它不会立刻开花，但从那一刻开始，它就已经在成长。相信就是那颗种子，你选择相信，就是选择播种，而显化就是那份种子中将开花的必然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知道怎么实现，你只需要先选择我相信。因为当你真的这么说，你的身体、你的语言、你的行动都会随之改变，而这些改变会让宇宙更快地回应你。当你开始相信，你会走得更稳。当你开始相信，你会更勇敢去抓住机会。当你开始相信，你会吸引到与你频率相符的人与事。亲爱的，显化的秘密不是努力到完美，而是敢于相信。因为你敢相信，你才会给自己行动的理由。你敢相信，你才会在等待的时候依然坚持。你敢相信，宇宙才有机会帮你实现。所以，不要再等外在的证明了。外在的一切都是你内在的投射。当你在内在开始相信，外在就会慢慢对齐。亲爱的，请现在就对自己说：我相信我值得，我相信我可以，我相信一切正在路上。当你这么说，你会感觉到心里有一股力量被唤醒，你会感觉到脚步变得坚定，你会感觉到宇宙正在回应。因为显化不是等愿望实现的那一刻才开始，它从你相信的那一刻就已经展开了。亲爱的，请不要再怀疑自己，请勇敢地相信，因为当你开始相信，你就已经开始显化，而你要的一切，正因为这份相信，一步一步靠近你。显化卡住的时候，是信念该更新的时候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？明明很努力地练习吸引力法则，很认真地写下愿望，甚至每天冥想、感恩、肯定，但想要的结果就是没有发生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怀疑方法，甚至怀疑宇宙。你问自己，是不是我根本不配？是不是这些都没有用？是不是我永远都不会成功？可是亲爱的，显化没有消失，只是卡住了。而每一次卡住，都在提醒你，不是你的愿望有问题，而是你的信念该更新了。你要知道，
显化不是靠意识表层的想法，而是靠潜意识深层的信念。如果你的愿望和信念矛盾，能量就会打结，现实就会停滞。你说你想要爱，但你的信念却是我不值得被爱。你说你想要金钱，但你的信念却是钱很难赚。你说你想要自由，但你的信念却是我必须先牺牲自己。亲爱的，这些矛盾不是错，他们只是提醒你，你该回头看看，你心里到底相信了什么。显化卡住的时候，请不要急着逼自己更努力，请不要怀疑愿望会不会实现，请先问自己，我的信念真的允许这个愿望进来吗？亲爱的，信念就像软体，它决定了你能跑什么样的城市。如果软体太旧，再好的愿望也无法运作。所以显化卡住的时候，不是宇宙不给你，而是你需要更新内在的系统，更新信念的方法，不是强迫自己一直正向思考，而是诚实的面对自己旧的信念，然后慢慢替换。当你发现自己总是说我不行，请你开始练习说我正在学习。当你发现自己总是觉得我不够好，请你开始练习说我已经足够了。当你发现自己总是认为很难，请你开始练习说有方法。亲爱的，这些小小的转变会一点一点松动你的旧信念，会慢慢打开新的能量，会让你的显化再次流动起来。显化卡住，不是失败，而是一个邀请，邀请你去看见那些深埋已久的限制，邀请你去更新那些已经不再适合的信念。所以，当你觉得卡住的时候，请不要气馁，请你把它看成一个礼物，因为这代表你已经准备要突破。亲爱的，显化不是外在的奇迹，它是内在信念的投射。当你的信念更新，你的现实也会更新。当你的信念允许，你的愿望自然会靠近。所以，请现在就温柔地问自己，我还在哪些地方不敢相信自己值得？我还在哪些地方用旧的想法阻挡了新的可能？当你开始诚实，你就已经在更新。当你开始愿意，你就已经在显化。亲爱的，请记住，显化卡住的时候，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提醒，提醒你回到内在，提醒你更新信念，提醒你重新对齐。因为显化永远没有消失，它只是等待你成为一个足够相信、足够允许的人。而当你更新了信念，所有的流动都会再次打开，所有的可能都会再次靠近。你会发现，愿望从来没有远离，它只是等着你准备好接收。显化的起点是你允许自己去渴望。你是不是常常告诉自己，不要想太多，这样的愿望太不切实际，我怎么可能有资格得到这些？于是你压抑，你把心里真正的渴望藏起来，告诉自己只要安于现状就好，告诉自己不要太贪心，告诉自己要现实一点。可是亲爱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真正阻碍显化的，不是世界，不是宇宙，
而是你不允许自己去渴望。显化不是从结果开始的，显化是从渴望开始的。当你允许自己去渴望，你就在对宇宙发出一个讯号，告诉他，这是我心里的方向，这是我灵魂的召唤。渴望不是匮乏的证明，渴望是生命的流动。它不是在告诉你你不够，它是在提醒你你可以更多。亲爱的，不要再因为害怕失望就压抑渴望，不要再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就放弃渴望，因为每一个渴望都是灵魂写给你的信。信里说，亲爱的，这才是你该走的路。显化的起点不是你努力的多完美，而是你敢不敢先说一句，我允许自己想要。当你这么说，你会发现能量开始改变，你会不再逃避，不再假装，不再压抑，你会开始勇敢面对自己心底最真实的渴望。亲爱的，渴望不会让你变得贪心，渴望会让你变得清晰，因为渴望会指引你，带你看见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，带你找到那条灵魂的道路。很多人以为显化需要大量的技巧、复杂的仪式，或者精准的计划，但事实上，显化最根本的起点，就是你敢不敢承认，我真的想要。你越是压抑，宇宙就越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你。你越是逃避，能量就越是停滞。但当你开始允许渴望，你就会重新打开流动，让宇宙听见，让能量靠近。亲爱的，你要知道，渴望不是压力，它是方向。渴望不是逃避，它是召唤。渴望不是匮乏，它是你灵魂的记忆在提醒你，你还有更多可能。所以，请现在就温柔地告诉自己，我允许自己去渴望，我允许自己去想要，我允许自己去追寻。当你这么说，你不只是释放了压抑，你也同时开启了显化的起点。因为宇宙不会强加任何东西给你，它只会回应你所允许的。亲爱的，显化不是世界突然改变，显化是你愿意改变你对自己的允许。当你允许渴望，你就允许丰盛靠近。当你允许渴望，你就允许爱进来。当你允许渴望，你就允许梦想在你的人生里落地。请不要再害怕了，请勇敢地把心里的渴望说出来，哪怕它现在看似遥远，哪怕它还没有答案，只要你敢允许，它就会成为显化的种子，静静在你心里发芽，然后在宇宙的安排下，一点一滴靠近你。亲爱的，显化的起点不是控制，不是计划，而是允许。允许自己去渴望，允许自己去想要，允许自己去活出灵魂真正的召唤。因为唯有这样，宇宙才能开始行动，而你也才能真正迎接那份属于你的丰盛与爱。显化不是让它发生，而是让自己对齐。你是不是常常这样想？我要努力去让事情发生，我一定要想尽办法让宇宙听见我。只要我足够拼命，就能创造出我想要的现实。
于是你开始焦虑，你逼迫自己不断行动，不断计划，不断检查结果有没有靠近。可是，亲爱的，显化不是一场操作，它不是靠强硬的控制，也不是靠不断催促宇宙，它是一种对齐。当你以为必须让它发生，你其实是站在匮乏的频率里，因为我要让它发生的背后，隐藏着它现在还没发生，隐藏着我还没有，隐藏着我不够。亲爱的，宇宙不会透过你的焦虑来回应你，它只会回应你的频率。所以显化的关键不是努力控制外在，而是允许自己在内在对齐。什么是对齐？对齐是当你的想法、感受和行动和你想要的现实站在同一个频率上，不是等待结果来证明，而是先在内心活出那份状态。当你想要爱，对齐就是先学会爱自己，先活在我值得爱的能量里。当你想要丰盛，对齐就是先感受我本来就安全的信念，让金钱流动变成自然的事情。当你想要自由，对齐就是先允许自己在日常里选择呼吸的空间，而不是等到某一天才敢活出自由。亲爱的，显化不是去抓住它，而是成为它；不是去追逐，而是去对齐。这世界的法则很简单，你是什么频率，你就会吸引什么频率。你不需要逼迫，你只需要调频。当你在等待愿望的时候，请不要焦急地问它什么时候来，请你问自己，我现在的能量和我渴望的状态一致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就从这里开始去照顾你的感受，开始去更新你的信念，开始去做一点能让你靠近的行动。亲爱的，显化不是外在的操作，它是内在的共振。当你对齐了，外在自然会展现结果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必然。所以，请不要再用力地让它发生，因为那份用力只会让你更远离自己。请你开始练习让自己对齐，因为当你对齐，你根本不需要追逐，它就会自己靠近。亲爱的，请记住，你不是要去创造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你只是要回到本来就属于你的频率。那个频率早已在你灵魂里，只是等你对齐，等你允许，等你活出来。显化不是让它发生，而是让自己成为那个频率的人。当你这么做，宇宙会自然回应，而一切你渴望的，都会在最刚好的时间流向你。宇宙从来没拒绝你，它只是等你准备好接受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？明明已经许下愿望，明明每天都在练习感恩与肯定，却迟迟看不见结果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宇宙没有听见？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？甚至是不是自己根本不配？于是你心里涌起一种无力感，好像不管怎么努力，都还是得不到渴望的回应。可是，亲爱的，宇宙从来没有拒绝你，它只是等你准备好去接收。接收不是一个动作，而是一种状态。
它不是伸出手就能拿到，而是让自己成为能承载它的人。亲爱的，你要知道，宇宙永远只会回应频率，而不是语言。当你嘴里说我想要，可是心里却在怀疑，能量就会卡住。不是宇宙拒绝你，而是你自己还没有允许。允许什么？允许自己值得，允许自己能够，允许自己去拥有。有时候，你渴望爱，但你心里深处还在相信我不值得被爱。你渴望金钱，但你心里深处还在害怕有钱会带来麻烦。你渴望自由，但你心里深处还在担心自由之后我会失去安全感。亲爱的，这些信念不是错，它们只是阻挡你接收的门。宇宙不会强行把礼物塞进你的生命，它只会在你打开门的时候，轻轻将它放进来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当你慢慢疗愈，当你开始放下匮乏与怀疑，当你开始说我允许自己去拥有，事情就会慢慢开始流动。宇宙不急，它有的是时间，它愿意等待，等待你准备好，等待你相信自己值得。亲爱的，请不要再说宇宙拒绝我了。宇宙没有拒绝，它只是耐心地等着，等你成为那个愿意接收的人。接收不是强求，而是一种放松的状态。当你放下我一定要的焦虑，当你开始信任它正在路上，当你敢于说我准备好了，你就打开了大门。宇宙会在刚刚好的时候把礼物放在你面前，不多不少，不早不晚，刚刚好。亲爱的，请现在就对自己说，我愿意，我允许，我准备好了。当你这么说，你会感觉到心里的能量慢慢松开，你会感觉到世界的回应开始变得柔和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遥远的东西，正一点一点走向你。因为宇宙从来没有拒绝你，它只是等你准备好，去真正接收那份爱，那份丰盛，那份早已为你准备的祝福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